当我们谈论佛时，联想到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但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佛。众佛中有各种佛，各佛在成佛前曾发不同的愿来护持和救度众生。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将会重点介绍其中一类佛，那就是专替众生解除病痛的佛。藏医对疾病的观点，在藏医传统中，健康的体魄和长寿跟一个人的修行息息相关。除此，藏医中处处可见佛教的观念和学说。从事藏医的人相信，疾病的成因是无明与业力。无明引起三毒，而三毒与我们身体的三阴或三要素相关。贪念对应人体内的气或风，怒嗔对应人体内的胆，痴愚对应人体内的涎液。人的贪念使体内的气或风失调。这里所说的气，不仅是体内的气体，也包括直接影响我们心绪状态的能量。气支配身体和器官的运作，好比呼吸、肌肉活动、感官功能、说话，甚至排尿等其他活动。我们的愤怒和强烈的嗔心能致使胆功能失调，进而引起肝病、黄疸病、新陈代谢不良、元气大伤以及身体上火的问题。痴愚使涎液失调，进而导致和引发哮喘与淋巴相关的并发症以及传染性疾病，如肺结核。另一个使我们患病的主因便是业力，即是我们累世所造之罪业或恶行之果。这类疾病皆由宿业引起，而且都是恶疾，一般被视作为宿世恶行的果报。一般来说，在传统上，以下9种致命的恶疾被视作为业障病。既然无明和因果都在佛教哲学和修行的中心位置，那么藏医就不仅是生物医学，藏医还能从根本上去除疾病。因此，藏医疗法的深层哲学实际上是修行上的净除罪障。疗愈的能量，佛教中有许多本尊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疾病，我们可以依靠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但哪个本尊最有效，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业力。如果我们与他们有缘，那么我们持修他的法门就会事半功倍。这些本尊法门都能净化导致我们身体出现病痛的业和因。疾病或病痛是我们修行中的一大违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能从病中痊愈，有的时候则不会。若我们没办法从病中痊愈，我们更是无法确定自己在什么时候能再有机会获得另一个暇满人生来修行，甚至是遇见自己的上师和对圣教和自身的修行发生忍信。业医佛母，在藏传佛教中，其中一个最能替众生治病的本尊便是业医佛母。业医佛母也被视作度母的化身。在21度母赞中，业医佛母被视作能消除瘟疫疾病的第20位度母拉姆日卓玛。在汉传佛教中，业医佛母则被称作业医观音。业医佛母居住深山大林，且着树叶及孔雀尾翎为群，故而得名。业医佛母精通深山大林中一切草冠的运用，并以此替众生去除且平息一切疾病，根除病因，调伏邪灵，赐予众生美满和健康。由于业医佛母具备如此巨大威力，因此其修持法门能治愈顽劣的恶疾，是众所周知的事。佛母能消除无数疾病，尤其是在消除传染性极高的疾病上，如非典病毒、艾滋病毒、甲型流感病毒等瘟疫。在藏传佛教的思想中，宇宙间含有巨大的疗愈力量。一个懂得支配这种宇宙力量的医者，便能做到无病不治。其究竟意义是，一个医者若能证得无上智，那么即便是面对最凶险的疾病，这个医者也能从因和果的基础上治好疾病。当我们修业医佛母的法门，它能特别净化损害我们健康的业，这些业一旦成熟，便会造成疾病。又或者，若我们遭疾病缠身，业医佛母的法门能跟药物相辅相成，帮助我们痊愈。在日常的修行中，我们可以设立一个简单的业医佛母佛坛，或是在现有的佛坛上供奉业医佛母像。这里所说的像，可以是业医佛母的塑像、擦擦或画像。由于业医佛母是圆满的觉者，不管你选择哪种方式，怎么供都不会有任何冲突。修业医佛母的法门不仅能治病，在修持的过程中，我们也在透过实修6度来累积功德，造下未来成就菩提的善因。
因此，修业依佛母的法门，必定能种下未来成就圆满佛果的种子。尊胜佛母，尊胜佛母又称为乌瑟宁沙尊胜佛母，它属于长寿三尊之一。另2位长寿佛是无量寿佛与白度母。尊胜佛母强大的治愈能量，可以帮助延长寿命、治病及消除诸多缩短寿命的灾疾。尊胜佛母的灵修力量能以语音开示及改变他人的思维，他的法门也能增长福慧，消除无始以来一切罪业，免除一切凶灾，达至正悟。黑文殊菩萨，黑文殊菩萨是文殊菩萨的愤怒疗愈相。黑文殊菩萨法门特别能帮助那些患有所谓不治之症的人，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它都能帮助我们面对和处理负面情绪，如愤怒、抑郁、恐惧和否定。黑文殊菩萨能保护我们免受阻碍我们修行的四魔之害，并停止所有阻碍长寿的病魔障碍。有些病痛，如瘟疫、麻风病及流行病，是来自于非人和龙族。那为什么这些非人、龙族会伤害我们呢？其实他们并不是无缘无故来伤害我们，必定是我们做了什么伤害或激怒他们的事。比如说，我们挖了很深的山洞，砍了古树，这些行为都会损害非人和龙族的住所。念诵黑文殊心咒会对这种病有很大的帮助。此外，天体和天体的运行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实际的影响。例如，当我们在凶日举行婚姻、火葬仪式或砍伐树木，这项法门能有效对抗星象变化对我们造成的负面影响。通过念诵黑文殊菩萨心咒，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星象变化而导致的疾病和意外事故。白度母，美丽的白度母与绿度母并为21度母中最受尊崇者，也是藏传佛教诸神中最美的一位。白度母在印度、西藏、中国和日本一带备受尊敬，其应验事迹数不胜数，在延年益寿及消除灾难上更是极其灵验。白度母的心咒更是拥有殊胜的加持力量。阿瑜代表长寿，喷雅代表清净戒行，加纳代表智慧，普金代表丰富充裕。所以，当我们持诵此咒时，除了得到白度母殊胜的加持外，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清净的身口意及延长寿命。药师佛，药师如来本愿经上记载着，药师佛于成佛前曾发12大愿：愿我来世成佛时，能令一切有情众生免于疾病灾难之困苦；愿我来世成佛时，能令一切有情众生远离恶道，得归正道；愿我来世成佛时，能令一切有情众生不遭挫折，速成佛道。由此可见，药师佛有殊胜的力量，能够消除我们外在的疾病及内在的心病，并赐予我们身心灵健康及平安。他右手持一株药草，左手握着装满灵药的钵器，象征着他的确具有祛病满验之功德神力。正因如此，药师佛备受医疗界人士的尊崇。对于正在寻求医疗协助的病患，他也能满足他们的所需所求，其灵验事迹也是数不胜数。药师佛身呈明澈深蓝色，代表它能够治疗众生不同层次的疾病。就外相而言，药师佛能迅速免除我们所受的病苦；就密相而言，它能治疗我们因无明我执所衍生出的心病，让我们迅速正的法身。因此，依止药师佛能带给我们无上的加持，并赋予我们身心灵无比的力量。无量寿佛，无量寿佛也就是汉传佛教里的阿弥陀佛或无量光佛。无量寿佛手持装满无量寿之甘露的长寿瓶。显宗教法里有提到，释迦牟尼佛在文殊菩萨的恳请下，说到无量寿佛在未成佛前曾发下12宏愿，誓愿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所以无量寿佛不只能够增长众生的寿命，还能提供一切利益众生修行的条件。就表象而言，修行此法门能得到各种生活上的便利，如健康、财富、和谐的家庭关系及生活条件等。就深一层含义而言，我们能在持戒上得到加持，于佛法有更深的体悟。西泽护法，
西泽也被称为毗卢遮那雄灯，它属多劫雄灯护法的平息相，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西泽修行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在外在的层面上，你会体验到疗愈和生命的增长。如果我们总是感到沮丧和悲伤，或者情绪总是不稳定，那么西泽的修行非常适合让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他的修行使我们变得更快乐，并让我们的抑郁得以缓解。因此，我们可以依靠西泽的修行来战胜病魔，以帮助我们延年益寿。即使是在自然灾害多的地方，我们也可以修持西泽的法门，来使这个地区安定和谐下来。在内在层面上，通过正确修持和依止西泽，我们修行上的障碍就会被清除，最终将证得菩提心和空性证悟。以上所介绍的都是极具疗愈力量的本尊和护法。我们眼下的时代，吃的食物带化学毒性，呼吸的空气带毒性，喝的水也带毒性，就连脚踩的土地也是严重受污染。许多过去我们未曾听过的疾病肆虐扑面而来。修持这些本尊的法门，不仅能治病，在修持的过程中，我们也在透过实修六度来累积功德，造下未来成就菩提的善因。最后，愿将这个视频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母亲众生，愿一切母亲众生永远远离病痛，离苦得乐。